鸽皮阴星，美联储巴尔金支持有节制的加息步伐。美东时间周五，美联储官员巴尔金表示，他支持美联储有节制的加息步伐，即每次加息25个基点。美股盘中三大指数短线走低，理事满联储主席巴尔金告诉媒体，他倾向于支持25个基点的加息路径，因为这让他们拥有灵活性来应对经济形势，这取决于经济数据的演变。他补充道，25个基点的加息步伐意味着，如果通胀过热，它可以更频繁地加息至更高水平，而如果通胀改善，它也可以放心地后退。他认为，这是平衡经济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和人们希望做足够多的事情来控制通胀，但又不至于不必要的做得过多的最佳方式。巴尔金有节制的加息步伐的说法看似鸽派，但按照当前的经济形势及数据，25个基点的加息步伐恐怕意味着还要加息3次或者更多次。况且，美联储早已将加息步伐放缓至25个基点，巴尔金也没有透露后续加息的次数，而当前市场的主流预期也不过是再加息2到3次。周五稍早，高盛和美国银行上调了对加息的预期。在数据显示通胀仍在持续和劳动力市场具有弹性后，两家银行预计美联储今年还将加息3次。巴尔金透露，曾在2月1日结束的 FOMC 会议上支持加息25个基点。他指出，他不是那种认为货币政策的运作方式是迅速达到最终利率，然后长期暂停的人，因为这样做需要对政策如何影响经济有高度的信心。巴尔金关于加息的相关表态，与周四美联储两大鹰派官员形成对比。当天，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表示，在2月初的 FOMC 会议上，他就认为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需要再次加息50基点。梅斯特认为，自去年夏天以来，通胀数据有所放缓，但通胀水平仍然太高。1月份的 CPI 报告显示，核心通胀并没有改善。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称，曾在2月会议上建议加息50个基点。他甚至表示，不排除3月支持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希望尽快将美联储的政策利率提高至 5.375% 的水平。布拉德表示，他支持过去1年的快速加息步伐。美联储的前置性加息政策有助于将基于市场的通胀预期指标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此外，巴尔金强调，仍然没准备好宣布抗击通胀取得胜利，希望看到通胀回落至 2% 这一目标水平，而要使通胀回到目标水平，就需要更多的加息。还需要多少次加息，仍有待观察，这将取决于数据。